自从博人被刻上了陶氏的蝎，他的人生可以说是被极大的颠覆了，直接从家庭美满变成孤立无援。而且他的蝎到现在并没有展现出什么特殊的能力，即便进入了2阶段陶氏出场，也依旧是以体术或者博人的螺旋丸为主。在最新的剧情里，博人已经掌握了螺旋丸威焰和飞雷神这样的强力技能，战斗上已经基本不会依赖蝎了。这次羁绊中的博人也同样只能到达第1阶段。蝎的第2形态乐观估计是 DLC 会出，不过也有可能是到究极风暴5才会登场。我们直接来看博人的平 A：1A 向前推掌，2A 推掌衔接踢腿，3A 召唤2个影分身向前攻击，4A 影分身手里剑掩护本体飞踢，4A 命中后会使敌方倒地。上面这4A 就是博人的所有前置平 A 了。在没有命中敌人时，中下段攻击可以打到第4A， 上段攻击可以打满，中段攻击第5A 分身向前突出水遁，第5A 命中后同样会使敌方倒地。第6A 进入特写将敌方击飞，下段攻击第5A 分身滑铲本体向下攻击，命中敌人后会使敌方浮空。第6A 进入特写将敌方击倒，上段攻击第5A 分身连击使敌方浮空。第6A 用风遁射出分身将敌方打得更高。空中攻击上没有什么特殊的，打完以后可以衔接地面连击，不过要注意在板边使用这招的话会打空，所以需要注意一下使用的场景。投技上，博人有着一个启动速度适中的近距离脱手投技，命中敌方后会使敌方浮空，可以衔接各种连击。1号位忍术是螺旋多连丸，覆盖范围是1/3个地图，发动后会先让2个分身冲刺，最后本体再冲刺。同样的，这些螺旋丸都可以追地，蓄力后会额外多放出2个分身，不蓄力的情况下可以穿插在平 A 里。想拿它来远程牵制的话，可以直接侧跳取消。这个忍术的灵活性蛮高的，使用的效果也不错，实战里可以玩出很多花来。2号位忍术是雷遁迅雷剑，范围是全图，带有一定的追踪性。扔出一枚被雷遁强化过的苦，命中敌方使敌方倒地。连招的时候可以像 AI 一样向后撤一下再放，当然这个后撤没有什么实际的说法，只是为了好看一点。你也可以在连招的时候直接放，效果是一样的。奥义是蝎螺旋丸，施法后向前冲刺1/4个地图多一点点，期间触碰到敌人后拖入奥义，并且可以无缝衔接在平 A 里。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博人的各种奥义演出。渦巻きボルトの実力だ。勝負あり。やったな。ぶちのめすぞ。オッケー兄弟。そこだ。ここからだぜ。今の俺たちならどんな相手も怖くねえ。勝負あり。行くってのさ。カードが。ああ。それは。母ちゃん勝負になるとマジになって怖えんだよな。見ちゃダメ。勝負あり。なんだってばさ。やったな！しかね。觉醒以后进入蝎的第1形态，平 A 没有发生变化，我们直接来看有变化的地方。1号位忍术变成了透明螺旋多连丸，施法的方式也从接触变为了飞行物，极限的飞行距离是3/4个地图左右，并且和觉醒前一样可以打出追地效果。分身出现的瞬间有伤害判定，可以打起立。这招在板边的时候也会丢空，需要注意一下。其实说强势吧，这招也没有变得特别强势，就还可以吧。2号位的迅雷剑变成了一个陷阱式的技能，范围是1/4个地图，命中敌方后会使敌方倒地，对连招没什么影响，依旧可以接在平 A 里。连续释放只能命中2次。迅雷剑的持续时间是1秒，可以用来保护自己一下。这个技能的伤害判定是从落地开始的，但是在墙角的话它会直接消失。博人觉醒以后的2个技能在墙角都没什么用，需要格外注意。小技能是2个风魔螺旋特工弹，和鸣人小时候的风魔特工弹基本没差。飞行范围是1半的地图，没有命中敌人不会触发后续，命中敌人以后造成4次伤害，再用螺旋丸将敌人打飞。但是这招启动速度慢，还不能追地，真的非常的花瓶啊，甚至不能无缝衔接在平 A 里，真的没什么用。那么上面这些就是蝎博人的全部能力了。接下来让我们来进实战，还原剧情，博人对战博罗，你们觉得这次决斗哪边会赢呢？开局博人查克拉冲刺起手，博罗替身拉开，博人没有选择立刻追击，而是开始后撤，双方同时复读，都在板边不肯前进。最后居然是博罗按耐不住想要进攻，博人拉到板边开始恢复查克拉，博罗干扰了一下后，博人冲刺起手，
这里是平 A 接大，但是被博罗剃掉了。博罗想打反手，博人秒剃，但可惜投技被策划躲了过去，反手吃了博罗的投技。好在博罗的这个投技接不了技能，可以不用担心后续。博人这里是浮空状态，博罗没法连招，选择用熔盾压下伤害。打完以后原地恢复查克拉，博人绕了一下以后冲刺起手，还是选择平 A 接大，再次被剃掉。博罗想要忍术反手，但是被博人拉开。打完以后直接后撤，不给博人起手的机会。博人也是选择向后拉扯，博罗冲刺没有抓到人。恢复满了查克拉以后也开始后撤了，他俩打的真的相当的谨慎啊！博人在远处空了2个反击以后开始恢复查克拉，吃饱喝足以后直接查克拉冲刺，但是太短了撞不到人，还被上了一个攻击下降的状态。这里迂回勾引，突然冲刺起手，没有选择接大，而是打了一个倒地，然后手里剑打起立，双方互交替身，反应很快的冲刺打断了博罗的忍术。这一波博弈算是结束了，两边又开始拉开了。他俩真就是在打一手回合制，打完一波就拉开，然后双方状态回满以后重新开打。这里博罗查克拉冲刺没撞到，被博人起手，不想吃伤害，交出替身，博人直接跟，逼出最后一个替身以后，博人拉开。博罗这里不想打了，开始后撤，博人想要追击，2个冲刺加上忍去都没追上，跑得还挺快，但还是被查克拉冲刺拿到起手，好在是被打飞了。趁博人连击15，一个起爆符轰飞博人，不过博人起身立刻查克拉冲刺起手，博罗替身好了，但是秒交光。这波博人的连续冲刺处理的真的太好了，博人这时候又拉开了距离，博罗趁机觉醒。觉醒以后选择直接冲刺起手博人，但是博人现在有整整4个替身，随便交随便打反手。博人想要使用熟悉的小连招，但是博罗这时候替身好了，交了一个替身保命，但是没用，剩下一个替身也被博人逼出来了。这样下来还是不敢跟博人打，很难受。查克拉冲刺对峙了一下以后，博人拉开，博罗的觉醒结束。博罗现在没有替身，血量在斩杀线之内，情况很糟糕。博人查克拉冲刺起手，不给替身恢复机会，直接奥义终结。第2回合开始，博人再次冲刺抢到先手，这里冲刺重置平 A 以后还想交易，但是被博罗剃掉了。交替身想打反手，但是博罗有很大的身后判定，忍去把博人打起立以后想要连招，这里也是平 A 想交易，博人也替身，替身以后直接查克拉冲刺抓后摇，博罗想要迂回，但是再次被博人抓住，再次交替直接拉远想要恢复查克拉，博人不给机会，查克拉冲刺压住，这里又是平 A 接冲刺又接了奥义，博罗这里最后一个替身不想交。奥义打完以后，博人的查克拉也不多了，选择拉开。看到博罗这边不敢进攻，博人直接冲刺，但是被躲开了。不过博人跟得很紧啊，继续调整身位冲刺起手。博罗这里连交3个替身，用反击成功拿到反手。这里博人不替，博罗的选择是一套平 A 衔接查克拉冲刺再接奥义。博人剃掉了奥义以后，查克拉后撤拉开距离。博罗则是趁这个机会开始恢复查克拉，没有选择觉醒，而是冲刺前压。博人则是持续迂回，没有主动进攻的欲望。博罗第2次冲刺拿到起手，博人交出替身。空中攻击打断投技，博罗替身拉开。博人这里的操作很冷静，直接查克拉冲刺起手，连逼2个替身，反手手里剑压出最后一个替身。这里博人替身无效，还是被打到了。起身以后立刻调整身位，博罗想要拉开，博人不给机会，连续2个冲刺起手博罗。4花小连招开始，平 A 接后跳，衔接迅雷剑，忍者冲刺打一套空中连击，但是地面连击失误了，没连上。博罗替身好了，但再次被博人连逼2个替身，直接查克拉冲刺压掉博罗最后一个替身。这边是不替，给博罗一点挣扎的时间，给了博罗好几次机会，但是博罗这里不中用啊。最后是博人冲刺平 A 结束战斗。讲真的，谢博人在游戏里的实际表现的缺点有点多啊，主要还是稳定性有点太差了，希望以后可以优化吧。好，那么咱们下期视频的主角是这个迪鲁达，繁中的翻译是德尔塔，所以我们就按德尔塔念。他也是究极风暴里除了团藏以外第2个拥有秒杀机制的忍者。如果你也喜欢这个系列的话，不妨一键3连加关注支持一下。你们的3连和关注就是我更新的动力。角色更新的排表我会放在片尾，大家有兴趣可以暂停观看。好的，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我是3位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